当那声会长大人到了之后，赵若帆便赶忙收回了那压迫楚风3人的威压。而在一群红蝶会高手的簇拥下，楚风也总算是见到了这红蝶会会长的尊容。只是令楚风颇感意外的是，这神秘的红蝶会的会长竟然是一位女子。这位会长大人长得很年轻，谈不上多么美丽，但却端庄大方，很有气质。而她的年龄也比楚风想象的要低，她竟然还不到100岁。严格来说，她也是一个小辈，可是她的实力可是不弱。楚风能够感觉到，她是一位1品5祖，小辈之中能够达到5祖这个境界的，楚风还是第一次看见。但楚风总觉得这位并不是只有1品5祖这么简单，否则他不足以成为这红蝶会的会长，更不能够让那个身为2品5祖的赵若帆这般怕他。怕，的确是怕。尽管赵若帆掩饰得很好，但楚风仍能够从赵若帆那闪烁的目光之中看出他此刻的惊慌与不安。拜见会长大人。果不其然，一番调整之后，赵若帆赶忙向那位会长施以大礼。见状，其他人也是纷纷施礼，哪怕已经跪在地上的刘成坤以及黄洛也是赶忙起身施礼。赵副会长，你这是在做什么？为何我先前看到我师尊和黄长老跪在地上，而我的贵客不仅趴在了地上，还身负重创？红蝶会会长问道。贵客听得此话，赵若帆便神情一滞，目光更加惊恐。楚风乃是我命师尊前去邀请的贵客。红蝶会会长说道。属下该死，属下不知楚风乃是会长大人邀请而来，所以才出手阻拦，不慎将楚风打伤。副会长赶忙半跪于地，施以大礼。但楚风却注意到，他虽然很是惊恐，且也做出了赔礼的举动，但却并没有完全跪在地上。若是换做其他人，这个时候定然是会双膝跪地才是，而他只是半跪。赵副会长严格执守我定下的规矩，倒也是无可厚非。只是我师尊他老人家有病在身，还望你日后显威风的时候，不要再让他老人家跪在地上。虽然若论职位，你是在我师尊之上，可若论辈分，我师尊可也是你的长辈。红蝶会会长说道。是，会长大人所言极是，属下日后会谨记于心，不敢再对刘长老有不敬之举。赵若帆连连点头，至于赵小父子俩更是站在一旁，连头都不敢抬。可以看得出来，相比于赵若帆，他们更惧怕红蝶会会长，而正是怕什么来什么。在对赵若帆警示一番之后，这位红蝶会的会长大人便将目光投向了赵小父子俩，说道。我听说先前你们2个居然也阻拦我师尊他们了，会长大人，我错了。见状，赵小父子俩赶忙跪在了地上，而他们是双膝跪地，准确来说，他们是趴在了地上，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尤其是赵小，身体竟然已经瑟瑟发抖，他似乎非常惧怕这位会长。赵副会长是我红蝶会的副会长，职位所在，他有权质疑我师尊的行为。但是赵玄、赵小，你们是什么身份？还用我说吗？你们竟然也敢质疑我师尊，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尊卑？话到此处，红蝶会会长一股磅礴的威压散发开来，竟直接将赵小父子俩轰得翻倒在地。虽然他们2个只是在地上滚了几下，并没有遭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可是红蝶会会长这个行为却足以表明了他的愤怒。会长大人，属下错了，还望会长大人开恩。然而虽然已经当众出糗，可是赵小父子俩却仍然赶忙爬起，再度跪在了地上，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以下犯上，不可饶恕。男人啊，将赵玄、赵小2人给我关起来。红蝶会会长冷声说道。遵命。面对红蝶会会长的命令，没有人敢不从。红蝶会的护卫纷纷上前，将赵小父子俩捆绑起来，并且迅速押走。这种情况下，莫说赵小父子俩不敢求饶，就连赵小的爷爷赵若帆，这位堂堂红蝶会的副会长也不敢求情。赵副会长，你还有事吗？红蝶会会长对赵若帆问道。听得此话，赵若帆身体一僵，脸色有些不好看，毕竟连傻子都听得出来，这位会长大人是在赶他走了。可哪怕明智如此，他却也不敢有丝毫不妥的表现，而是赶忙施礼说道。属下这就告退，等一等。然而就在这时，刘成坤却是忽然开口。刘长老，请问您还有什么事吗？赵若帆问道。你刚刚伤了楚风小友，虽然只是小伤，可楚风小友毕竟是贵客，你伤了人，连个道歉都没有，就想这么走吗？刘成坤说道。赵若帆面露为难之色，若是让他给刘成坤赔礼道歉，他还愿意，毕竟现在刘成坤有会长大人撑腰，可是让他给楚风这个外人道歉，这样是当真不情愿。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红蝶会的会长，心想他的儿子和孙子已经带他受罚了，会长大人怎么样，也要给他个面子了吧？我觉得我师尊说的没什么不妥，乃是合情合理。红蝶会会长说道。红蝶会会长此话一出，莫说是赵若帆，就连在场的守卫也是面容一变。赵若帆身为红蝶会的副会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怕会长大人对他平日里也不会有任何的为难，一点小错都会一笑带过。但是今日会长大人当真是反常，若是因为刘成坤也就算了，竟然因为一个楚风也要让副会长赔礼道歉，着实让人们想不通。可是大局已定，赵若帆也不敢找什么借口，只能不情愿地对楚风抱拳施礼，说道。楚风小友，先前老夫不知你是会长大人请来的贵客，多有得罪，还望见谅。赵副会长言重了，就像会长大人说的，你尽责职守没什么不对，我又怎么会怪你？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哪怕明明被赵若帆弄伤了，可他却没有丝毫的怒意。听得此话，本是极为不爽的赵若帆心中反而掀起了一抹冷笑。得知楚风与陆阳阁的事情，他还以为楚风是一个多么不得了的刺头，搞了半天也有忌惮，哪怕自己让他趴在地上，却也不敢有一丝责怪。这一刻，赵若帆便觉得这个叫楚风的小子是怕自己的。不过赵副会长，你毕竟是红蝶会的副会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你，做事之前不调查清楚便下结论，这样可是不好。其实我倒没什么，毕竟我是外人，你对我出手也有你的道理。
而是刘长老他便是不同。先不说他是红蝶会的当家长老，您本该对他具有基本的信任，可您明明知道刘长老他身患重病，却还执意让他受罚，甚至向你下跪，这是不是有些过火了？而如果你真的只是严格执守倒也罢了，但先前你还特意对刘前辈说了一句，不要以为你是会长大人的师尊就可以耀武扬威，不知是我多想，还是你真的早就对刘长老心有不满，所以才借着我到此处来故意刁难刘长老，以此树立您这位副会长的威信。真不是我这个外人多事，只是刘长老既然是会长大人的师尊，在职位上不如你，可辈分上是高出你的，我真觉得你就算是副会长，可也应当对刘长老多分尊敬才是。你这样借着副会长的身份有意打压刘长老，实在不对，毕竟他的身体是真的不好。楚风说道。楚风，你听得此话，刘成坤的脸色顿时就绿了。其实在楚风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一直想要打断楚风，只不过楚风却没有给他打断的机会。而与此同时，就连刘成坤以及黄洛等人也是神色一变，看向楚风的目光不免多了一份刮目相看。楚风这番话当真是杀人不见血，虽然只是侧面讽刺，但却将赵若帆的种种恶行全部告知了红蝶会会长。众所周知，他们的这位会长大人可是非常尊敬自己的师尊的。赵副会长，此事可是真的？您让我师尊下跪的时候，当真说了这些话？果不其然，此刻红蝶会会长也是面露怒容。其实这些事，就算楚风不说，他也都知道，只是他明面上来看，毕竟是后赶到的，自然便也不好对赵副会长如何。可是现在楚风将这些事情说了出来，身为会长的他便不得不做些什么。会长大人，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赵若帆也是有些慌了，毕竟事情是真的发生了，这么多人都能作证，他也不好解释。你不用多说了，我只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若再有下一次，那么我红蝶会副会长的位置恐怕就不得不换其他人来做了。我实在不希望我红蝶会的副会长是一个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之辈。红蝶会会长冷声说道。而他的这番话更是让楚风意识到，赵若帆与刘成坤应该是有着私人恩怨的，否则红蝶会会长不会用这种话来形容今日赵若帆的所作所为。会长大人，我听得此话，赵若帆的脸色更加难看，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他没有想到事情会严重到这种地步，竟然让会长大人有了撤销他副会长之位的心思。不用再说了，你下去吧。红蝶会会长冷漠地摆了摆手，属下告退。赵若帆不敢多说，只好退下。虽然在红蝶会的人来看，会长大人这番警告已是非常严厉，可在楚风看来，红蝶会会长只是口头警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这未免太过宽容了一些。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但楚风却知道这一定有着一些隐情，是那隐情让红蝶会的会长也不敢真的对赵若帆如何。在此之后，楚风便真的受贵宾待遇，被安置到了红蝶会一个非常不错的宫殿之中休息。宫殿不仅很好，还有多个婢女伺候，甚至连为楚风做饭的人都是独立的。由此可见，楚风的待遇相当不错。但楚风却注意到，那红蝶会会长实际上并不完全信任自己，尽管待遇很好，可是这个宫殿竟然是有结界的，在这结界之中，寻常人根本无法观察到外面的情况，但是这结界却拦不住楚风的天眼。只不过毕竟来者是客，客要随主便，再加上对着红蝶会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楚风便没有浪费时间去观察这红蝶会的情况以及总体实力。毕竟他会来此做客，只是给刘成坤一个面子，当作是对他无偿帮助自己的回报。楚风并没有打算久留，毕竟王强的大仇还没有报，这一直是楚风的心头大事。蛋蛋，若是遇到那个妖女，你可有把握对付她？楚风位于自己的界灵空间之内，正在与蛋蛋双盘坐鱼的面对面的聊天。那妖女究竟是何实力，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至少是5组，我最多只有3成把握。蛋蛋说道。3成？那妖女那么厉害？楚风眉头一皱，以他的实力对付那妖女显然不够，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女王大人身上。可是现在连女王大人都这么说了，那么要为王强报仇，岂不是遥遥无期？楚风，我觉得你有点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变傻了。忽然蛋蛋说道。蛋蛋，你怎么这么说我？楚风问道。那王强是被妖女抓走了不假，可你就确定王强一定死了吗？王强那个磕巴，我虽然不是很了解，但我总觉得此人并不那么简单，尤其是他与你坦诚相待之后，我更是觉得他很不简单，那种家伙会那么轻易的被杀死？别忘记，他可是从远古遗迹中长大的家伙。蛋蛋问道。可是当日在暗夜鬼灵之中，那些死去的尸体……楚风话还没有说完，蛋蛋便抢着说道。尸体很好说，有可能在妖女去抓人之前，那里就有人，也可能是妖女又在路上抓了其他人。虽然尸体的数量与你当日观察时是一样的，但并不代表那其中就一定有王强的。其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王强毕竟音讯全无。楚风说道。王强音讯全无很可疑，但是那妖女也音讯全无，难道这不更可疑吗？蛋蛋说道。这个的确不无道理。楚风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虽然我觉得王强那个磕巴还活着也只是猜测，可至少他有活着的可能，所以你便不用这么愁眉苦脸，整日沉浸于兄弟惨死的悲痛之中了。万一人家根本没死，你这不是白伤心了吗？你有为王强伤心的时间，不如想一想怎么收拾那个老头子吧。蛋蛋说道。老头子？蛋蛋，你说的可是那个红蝶会的副会长？楚风问道。除了他还能有谁？难道你就不觉得这是一个有反骨的家伙吗？蛋蛋说道。是倒是，只是这毕竟是红蝶会的家事，我似乎没有理由插手。楚风说道。拜托，你很有理由好不好？蛋蛋激动地站起身来，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楚风。的确，刘前辈对我不薄，而红蝶会会长又是他的弟子，为刘前辈考虑，我似乎是有理由帮他们对付那个副会长。只是毕竟我不是红蝶会的人，若是笨蛋，我说的不是这个。蛋蛋打断了楚风。那还有什么理由？
楚风好奇地问道：“什么理由？”淡淡双手掐腰，说道：“他伤了你，这就是你灭了他的理由。”听得此话，楚风忽然笑了，随后他也站起身来，说道：“这倒的确是一个理由。”而楚风此话说完，他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寒意。今日他明明与那赵若帆第一次见面，二人可谓无冤无仇，但他却对自己出手，不仅让自己受伤，还让自己趴在了地上。这个仇，楚风的确不能不报。加上楚风觉得此人人品不好，又对刘成坤有着很大的敌意，楚风便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灭了此人。毕竟留着他也是个祸害。这才像我认识的楚风。见楚风如此，淡淡才甜美的一笑。颇为了解楚风的他，已经看出来楚风已动杀心，那个赵若帆早晚要死。而事实上，淡淡是故意点醒楚风。他看得出来，楚风因为没有加入红蝶会，而搞得束手束脚。换作寻常，一个人敢对楚风出手，甚至还让楚风趴在地上，楚风绝对不会放过他。但是这一次，楚风并没有深究，便是因为那个赵若帆是红蝶会的人。楚风觉得自己没有加入红蝶会，便没资格插手红蝶会的事，更不该对付红蝶会的人。而他之所以这么觉得，其实还是出于对刘成坤的愧疚。毕竟他多次拒绝了刘成坤的邀请，但是现在淡淡已经点醒了楚风，要对付一个人，不用想那么多，只要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足够了。而与此同时，在红蝶会一个极为隐秘的禁地之中，红蝶会会长以及刘成坤二人正待在这里。会长大人，今日多谢你出手了。赵副会长执意位难于我，若不是你说楚风是你邀请来的，怕是我还真的很难下台。刘成坤一脸感激地说道：“师尊，此处没有外人，您就不要叫我会长大人了，叫我名字吧。”红蝶会会长说道：“会长大人，不管您有没有其他人在，您都是会长，我都应当尊称于您。”刘成坤恭敬说道：“可是师尊，这个会长之位本应该是您的，毕竟这红蝶会是您的母亲亲手创立的。”您提及此事，红蝶会会长有些激动，他似乎是在为刘成坤而感到不公平。我的身子骨我清楚，这么多年了，若不是你一直为我医治，我早就死了，拿什么继承这红蝶会？再者说了，你的实力摆在那里，你做会长，没人敢不服，哪怕是赵若帆也要服。可若我做了会长，怎么会有人服气？红蝶会怕是会毁在我的手中。刘成坤苦笑着说道：“师尊，您就是被病魔缠身，才导致修为也受影响。若不是您天生患有此病，您的修为怎会只是一品五祖？今日就算是五品五祖，也不稀奇。”红蝶会会长说道：“此乃命也，说多了也都没用。”刘成坤笑着摆了摆手：“不，师尊，这并非命，命是由人定的，而不是由天定的。我已经想到了彻底治好您这病的方法了。不信您看。”红蝶会会长满面笑颜的将2块令牌拿了出来。这2块令牌看着很是普通，就是2块木质的令牌而已。但这2块令牌绝对不同寻常，其中隐隐间闪烁着微微的光芒。那光芒不是普通的光芒，乃是结界之力，并且是仙级结界之力。尤其是当刘成坤看到那令牌上的4个大字之后，更是神色大变。那4个字便是金鹤真仙。金鹤真仙，小丽，你拿到金鹤真仙的邀请令了？刘成坤很是激动地问道。师尊，您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此刻，红蝶会会长笑得很美，随后点头说道：“这的确便是金鹤真仙发放的邀请令。师尊，您也知道，想要医治您的病，唯有仙袍界灵师可以做到。而这金鹤真仙不仅是一位仙袍界灵师，更是一位真仙级的强者，他的界灵之术远非寻常的仙袍界灵师可比。”红蝶会会长说道。至于刘成坤，则是连连点头，他自然知道真仙的厉害，那可是凌驾于五祖之上的存在。如果说五祖境已是人类肉身力量的极限，那么真仙境便是超脱人类肉身束缚的存在。虽然想让金鹤真仙为师尊治病，那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这一次金鹤真仙在云鹤山举办的成仙会上，亲自炼制了一座大阵。进入那阵中，龙文级的黄袍界灵师们便有机会领悟到沟通仙级结界之力的方法。而这邀请令便是参加此次盛会的入场券。我已经决定了，我和赵副会长一同去。我们2个都是黄袍界灵师，就算我没办法一举成为仙袍界灵师，可是赵副会长却也有机会成为仙袍界灵师。只要我们2人之中有1人成为了仙袍界灵师，那么便能够为师尊您彻底医治好病情。而只要师尊病情痊愈，就算再活个5000年都不是问题。您日后的成就定然会超过赵副会长，那个时候我便让师尊做会长。红蝶会会长很是激动地说道。而此刻，原本激动的刘成坤反而是有些沉默了。师尊，您怎么了？难道您不高兴吗？的确，我是花了重金才从他人那里买来的这2块邀请令，这的确损害了我红蝶会的积蓄。可是师尊，我这都是为了您啊！红蝶会会长说道。小丽啊，为师知道你的心意，我怎会怪你？况且你是会长，你有权做任何决定。只是这与你同去云鹤山的人，能不能换一下？刘成坤说道。换一下？红蝶会会长眉头一皱，说道：“师尊，恕弟子不孝，说句不该说的话。我知道你与赵副会长过节颇深，可若以大局考虑，我红蝶会的黄袍界灵师之中，有机会成为仙袍的，也唯有他和我了。若是让其他人去，怕是会白白浪费了这个我以重金才买来的邀请令。小丽，我自然知道我红蝶会之中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但我红蝶会之外却有。”刘成坤说道。师尊，我怎么听不懂你的意思？红蝶会会长一脸迷茫地说道。楚风，我今日邀请来的这位贵客，他的界灵之术绝对在赵若帆之上。刘成坤说道。楚风，红蝶会会长面露怀疑之色，说道：“师尊，您见过那楚风的结界之术吗？不是弟子不相信你，只是那楚风的年纪似乎很小，简直就是个没张开的孩子。而他这个年纪拥有2品半祖的修为，虽说明他天赋异禀，但却也说明他专心修武。如此专心修武的他，会是龙文级黄袍界灵师，且界灵之术
会比修炼了几千年的赵副会长精湛。前些时日，我的病提前发作了，是楚风帮我稳定住的，而他用的时间乃是1日1夜。刘成坤说道。1日1夜，听得此话，红蝶会会长顿时神色一滞，目露惊讶之色。毕竟每次刘成坤病情复发，都是他帮着稳定住的，而每次所用的时间至少都是2日2夜，从来没有低于过这个时间。可是楚风竟然只用了1日1夜，这让他怎能不惊？而惊讶过后，他更多的却是怀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是这的确是事实，黄洛可以作证。最重要的是，楚风是一位修罗界灵师。刘成坤继续说道。修罗界灵师。而听的这5个字，红蝶会会长顿时神色大变，倒不是他承受能力低，而是这件事非同小可，毕竟修罗界灵师是那样的稀少。师尊，这件事你能够确定吗？红蝶会会长问道。亲眼所见，否则一只6品半祖的界灵又怎么可能斩杀洪熙？刘成坤说道。你是说那楚风用他的界灵斩杀了洪熙，而那界灵的修为只是6品半祖？红蝶会会长的眼中吃惊之色越来越浓。没错，刘成坤点了点头，且补充道，而且那股气息不会错，定然就是修罗界灵。此刻就连这位会长大人也是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吃惊的脸上竟面露笑意，说道。这么说来，这楚风可以算是上天赐予我红蝶会的礼物。听红蝶会会长这样一说，刘成坤的脸色则是一变，随后说道。小丽啊，我的确邀请过楚风，让他加入我红蝶会，只是他并不想。师尊，你是说那楚风他不想加入我红蝶会？听得此话，红蝶会会长脸上的笑意顿时凝固了。的确不想。刘成坤摇了摇头。师尊，若是楚风真如你所说，我倒是可以让他代替赵副会长与我同去云鹤山，毕竟他是修罗界灵师，我就算培养他也无可厚非。但是他若不是我红蝶会的人，我怎么能让他与我同去？师尊，你再去劝劝那楚风吧，只要他肯加入红蝶会，我一定让他去。红蝶会会长说道。看他的样子，若是楚风不肯加入红蝶会，他是绝对不会给楚风这个机会的。这件事不用再说了，他不想加入，我也不想再勉强他了。刘成坤说道。那便太可惜了。红蝶会会长叹息一声，看得出来他也是很想楚风加入红蝶会的。小丽啊，你知道我为何只是见楚风一面便这样看好他吗？刘成坤说道。师尊，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红蝶会会长说道。人品，他帮唐家对付曹家，而唐家却恩将仇报的联手曹家对付他。按理来说，他本该对唐家的所有人都恨之入骨才是，可是楚风却并没有。哪怕唐家对他不仁不义，可楚风却依然冒险去救唐家的小姐唐英。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恩怨分明、有情有义之人。这样的人真的需要他加入我红蝶会吗？就算他不加入我红蝶会，日后我红蝶会若有难，他也一定会出手的。刘成坤说道。师尊所说有理，但这也只是您的假设而已。红蝶会会长说道。的确。刘成坤笑了笑，他倒也不否定这一点，但仍继续说道。可就算如此，那么我问你，一个举世无双的大人物，甚至是会超越金鹤真仙的大人物，你要不要结交？若是可以，当然要结交。只是红蝶会会长话还没有说完，刘成坤便抢着说道。只是若等他成为大人物了，你再去结交，便是溜须拍马，他不会真的与你结交，最多是看在旧相识的份上与你客套。但若是在他还没成长起来之前，你便与他结交，待他日后成为大人物了，一定会对你很好。小丽，你一定要记住，人最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听到这里，红蝶会会长沉默了，他发现他师尊说的非常在理。只是师尊天才有很多，年轻时便纵横一方的更是不少，但是真正成长起来的并不多，最多的乃是夭折的天才。红蝶会会长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保证楚风这个天才绝对不会夭折。刘成坤说道。师尊，我已经与赵副会长定好了，若是现在反悔，是不是有点？毕竟赵副会长与落峡谷的一位当家长老乃是远房亲戚。红蝶会会长说道。小丽，为师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对于你的想法我自然清楚。其实你对赵若帆他百般相让，也是看他在落峡谷有那么一位远房亲戚，你是想着有他才能够牵制陆阳阁，毕竟陆阳阁依仗的便是落峡谷。但是小丽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未来的楚风是10万个落峡谷也比不了的。刘成坤说道。此刻红蝶会会长沉默了，他陷入了为难，而刘成坤也不多问，就这样站在那里注视着自己的这位弟子。师尊，反正我要明日才宣布此事，容我再考虑考虑。红蝶会会长说道。好吧。刘成坤点了点头，苍老的眼中却露出了失望之色。出于他对弟子的了解，想让楚风去云鹤山基本是无望了。会长大人，属下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刘成坤恭敬的施以一礼，便转身离去。师尊。见刘成坤离去，红蝶会会长本想说什么，但最终却没有说出口，直到刘成坤走后，才低声说道。师尊，我都是为了红蝶会着想，希望你有朝一日能明白弟子的一片苦心。刘成坤离开了禁地，却没有回到自己的住所，而是来到了楚风休息的宫殿。楚风，伤势好点没？刘成坤此刻与楚风面对面的坐着，很是关切的问道。前辈放心，一点小伤，早就好了。楚风无所谓的说道，他是怕刘成坤心有内疚，没事就好。果然，见楚风没事，刘成坤才露出笑容，随后说道。楚风，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楚风问道。你可知道金鹤真仙？刘成坤问道。不知道。楚风摇了摇头，那可是一位真仙境的强者。刘成坤说道。真仙境的强者，莫非是五祖之上的修武境界？楚风好奇地问道。因为真仙这2个字，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甚至就连蛋蛋也是来了精神，因为他对修武境界的了解也止步于五祖，对于五祖之上的修武境界，他还真不了解。而他们2人都听出来了，这真仙
很可能便是五祖之上的修武境界。楚风啊，你居然不知道真仙境！而看楚风一脸不解，刘成坤则是吓了一跳。在百炼凡界，虽然能够达到真仙境的少之又少，可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真仙境的。不瞒前辈，我是自下界出来的，我们那里半祖境已是极限，五祖境的强者几乎没有，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五祖境之上是哪些修武境界。楚风说道：“原来你是自下界而来，难怪之前从未听说过你。可是你若是自下界而来，定然是要在那百炼场中脱颖而出的。难道说你拒绝了所有大势力的邀请？”刘成坤一脸惊讶，他很清楚，每个下界来的人都将进入百炼场，而百炼场中往往也会出现一部分优秀的天才。每年当百炼场开放的时候，百炼凡界各方势力都会去百炼场邀请那些来自下界的优秀天才加入他们的势力。而他曾经也代表红蝶会去过那百炼场，在他看来，楚风这样的实力在百炼场中绝对是最强的存在，这种存在乃是各大势力疯抢的。那个时候可不是想加入或者不想加入的事了。楚风怎么可能安然无恙的来到这里？因为某种原因，我没能进入百炼场。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刘成坤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发现楚风越来越不简单了。刘前辈，你能与我讲一下真仙境和真仙之上的境界吗？楚风好奇地问道。当然可以。如果说五帝境可以将肉身的力量发挥到极致，那么五祖境便是肉身力量的极限，但终归还在肉身的束缚中，终归还是人。可是真仙境，这个在五祖之上的修武境界，便已经超脱了肉身的束缚。换句话说，到达真仙境，便不再是人，而是仙。在我们百炼凡界，能够达到真仙境的很少，但是据说在上界，真仙境强者很多。做个假设，当你日后到了个上界，很可能一个飘在海上的孤岛，或者荒野上的一座城池，都不是真实的，那很可能是一位真仙境强者所化。刘成坤说道。这么说来，真仙境已经超脱肉身束缚，可以随意变化了吗？楚风很是惊讶，因为这便代表着修武者的本源与丹田合为一体，灵魂都得到了升华。简单的说，一个人可以化作任何物体，只要他想的话。所以这样一来，说他是仙，也的确并不为过。的确是这样。刘成坤点了点头。那么真仙之上的境界呢？楚风问道。真仙只是仙的入门，真仙之上还有天仙境，而天仙之上还有五仙境。楚风听得入神，与此同时也在心里牢牢地记住了这三个境界：真仙、天仙、五仙。如果说真仙是入门，天仙是升华，那么五仙才是五与仙的真正结合。刘成坤继续说道。能够成为五仙者，我听说哪怕在那无所谓不能的上界，都是少之又少，而每一个五仙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提及那五仙，刘成坤竟是一脸的敬畏。五仙之上，楚风继续问道。修武这条路永无止境，五仙之上自然也有修武境界，尊者便是五仙之上的境界。虽说那是一个传说的境界，但的确有人达到过。就比如金鹤真仙现在居住的云鹤山，那里便是一位尊者打造的，所以云鹤山可以算是我百炼凡界最出名的一座奇地。刘成坤说道。至于尊者之上，还有至尊境，至尊之上便是五尊，而五尊之上似乎还有修武境界，只是那种境界便是我连听都没有听过的了。但是我想，尊者已是传说，那五尊便是神话，而五尊之上的境界定然便是可与神灵匹敌的存在了吧？刘成坤说道。也许吧。楚风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尽管那些境界离他还非常遥远，可他却已经从那些修武境界之中看出了修武世界的波澜壮阔，也意识到了自己是真的任重而道远。尊者、至尊、五尊，不知道父亲大人是那一众境界？楚风心中猜测着。虽然刘成坤已经明确说过，五仙境在上界就已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但楚风总觉得他父亲的修为应该超越了五仙，而至少也应该是尊者境。刘前辈，你先前与我说的那位金鹤真仙是怎么回事？楚风问道。金鹤真仙并非是我百炼凡界的人，至于来自哪个上界，无人知晓。他是3年前才出现，且占据了那位传说中的尊者所开辟的云鹤山。金鹤真仙虽然只出现3年，但却已然名扬百炼凡界，是各方势力所敬仰以及惧怕的存在，那是真正的大人物，屹立在我百炼凡界最巅峰的绝世强者。而金鹤真仙不仅修为强横，他更是一位仙袍界灵师。而近些时日，他准备举行一场盛会，用他的结界之术帮助我百炼凡界的龙纹级黄袍界灵师成为仙袍界灵师。我红蝶会用重金在他人那里买到了2个名额，我决定让你与会长大人一同去。刘成坤说道。真的？听了刘成坤的话后，楚风也是大喜。他大喜的自然是有机会成为仙袍界灵师，但却不是因为自己成为仙袍界灵师多么了不起而感到大喜，他是因为只要成为仙袍界灵师，便可以为刘成坤医治病情。那样一来，楚风一个心结就可以解开了。当然是真的，明日我会邀你一同上殿，而会长大人便会当众宣布此事。刘成坤说道。多谢前辈。楚风很是感激，尽管他不知道具体过程，但他却能够猜想到这个名额得来不易，刘成坤一定是出了不少力气才帮楚风争取到的这个名额，毕竟他不是红蝶会的人。然而楚风却并不知道，刘成坤并没有帮助楚风争取到这个名额，和我还客气什么？好好休息吧，明日我会亲自来接你。刘成坤说完此话便走了。这老头对你真是不错，要不然你就加入红蝶会算了。此刻就连蛋蛋也说话了。刘前辈待我是好，但是蛋蛋，你应该知道我为何不打算加入任何势力。楚风说道。所以我也就是说的，开玩笑的，别当真。蛋蛋笑嘻嘻地说道。然而此刻楚风反而更加纠结了。刘成坤越是对他好，他越有些愧疚拒绝刘成坤。与此同时，在这红蝶会的另一处却发生着另外一幕。赵若帆不仅他在自己的宫殿内，就连他的儿子赵玄以及孙子赵晓也都在。爷爷，还是您厉害，会长大人刚刚把我们关进去，您就把我们救出来了。
赵小笑嘻嘻地说道，他的脸上仿佛写着3个大字：拍马屁。会长大人又如何？就算是他，也要考虑咱们赵家人的身份。毕竟咱们在落峡谷还有那位靠山，若不是有我的那位远房堂兄，落峡谷早就帮着陆阳阁灭掉我们红蝶会了。赵若帆得意地说道。这是自然。赵小父子俩连连点头。提及落峡谷的那位，他们同样是一脸的得意。父亲大人，我听说会长大人他花重金买了2个可以去云河山的邀请令，可是要与您同去。赵小父亲问道。不瞒你们说，刘小丽那个丫头早就和我说过此事，并且明日便会宣布此事。赵若帆得意地说道。父亲大人威武，恭喜爷爷。赵小的父子俩继续拍着马屁，而赵若帆则笑得越来越得意。与此同时，他那苍老的眼中闪烁着他人不知的野心。然而就在他们祖孙3人得意之际，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降临。如今在陆阳阁通往红蝶会总部的路线上，数艘战舰宛如千军万马一般，正隐于虚空之中，快速地向红蝶会总部挺劲儿来。还是那艘最为华丽的战舰之内，还是那座宫殿内，陆阳阁阁主位于其中。只不过如今他的四周不再是美女环绕，甚至他都不敢坐在主位之上，因为如今在这宫殿内有着几10道身影。这些人穿着的不是陆阳阁的服饰，而一袭如晚霞一样的红衣，且在他们的腰间都有一个令牌，那令牌上面写着3个大字：落峡谷。而为首的一位老者，不仅头发火红，胡须火红，甚至浑身上下都覆盖着淡淡的霞光，宛如天仙下凡一般。至于他的修为，更是深不可测。在下素闻，落霞玄功修炼到极致，便会产生异象。之前觉得这是吹嘘之谈，今日见到苏长老才知道，这竟是真的。楚陆阳一脸殷勤地说道。他一直自负得很，但是在这位苏长老的面前，却是不敢有一丝怠慢，因为他很清楚，楚家之人来到下界修炼，无论生死都听天由命，楚家人不会为他报仇。只不过这件事，大部分人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相信。而这位苏长老不仅知道，更是相信。所以在这位苏长老面前，他处世天族的身份没有任何用处，他只是一个修为远不如对方的修武者而已。也许在其他人眼中，他至高无上，但在这位苏长老对于暗中，他不过是一介蝼蚁。楚阁主，实不相瞒，自大我落峡谷创建以来，能够将罗霞玄功修炼出异象的，不出10个人。除了历代谷主之外，我们的苏长老是唯一一个修炼出异象的，一个身高2米却骨瘦如柴的老者，溜须拍马地说着。而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眉宇之间竟与赵若帆有那么一点神似。苏长老果然厉害。楚陆阳继续殷勤地奉承着。楚阁主，溜须拍马的话就不用说了，这一次我既然答应帮你灭掉红蝶会，便一定会帮你灭掉。只是赵长老，你得到的这个情报可是属实？当真确定了红蝶会总部的位置吗？我可没有时间浪费。这位浑身异象的苏长老对那位骨瘦如柴的老者问道。苏长老，你放心，我有一个远房堂弟，他就在红蝶会内担任副会长之位，而这红蝶会总部的位置是他亲自告诉我的，绝对错不了。这位骨瘦如柴的赵长老说道。这样便好。苏长老点了点头。而此刻楚陆阳则是一脸喜悦，他很清楚这位苏长老的实力和手段，可以说是落峡谷内除了谷主之外最强的存在。如今他肯出手，那红蝶会必然要灭，甚至他不用消耗一兵一卒，今日派来的所有人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楚风，你应该也在红蝶会吧？我会让你知道你与我作对的下场。楚陆阳在心中恶狠狠地说道。他知道楚风当日是与刘成坤一起走的，尽管刘成坤已经声明楚风不是红蝶会的人，但是楚陆阳却坚信楚风已经加入了红蝶会，红蝶会便是楚风的依仗。楚阁主，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帮我这个忙？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女子声音传来，定目望去，这位竟然是当日楚风不小心看到了其身子的那位小美女徐依依。依依姑娘，有什么事但说无妨，只要是我楚某人能做到的，就算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楚陆阳拍着胸脯说道。他可是非常清楚这个徐依依身份的特殊性，因为徐依依乃是苏景睿苏长老的真传弟子。别看这个丫头年龄不大，实力也不如自己，但她可是不敢得罪的。不用你赴汤蹈火，只是有个小忙而已，能否放过那楚风？徐依依说道。楚风听得此话，楚陆阳顿时神情一滞，那表情就跟不小心踩到了狗屎一样。他是万万也没有想到，这徐依依竟然会为楚风求情。依依姑娘与那楚风是什么关系？一番纠结之后，楚陆阳才开口问道。他是我朋友。徐依依毫不犹豫地说道。此刻楚陆阳的脸色很不好看，因为他简直恨透了那楚风。可以说相比于红蝶会，他更恨楚风，因为楚风已经连续杀了他2个爱将。但他更想不通的是，楚风什么时候走了狗屎运，竟然和徐依依成为了朋友？若是楚阁主为难，那便算了。徐依依有些不悦地撇了撇嘴，随后便看向了苏长老，抓住其胳膊撒娇地摇晃着。师尊，有人要杀我朋友，你说这该怎么办？你要不要为人家做主？见徐依依竟向其师尊求助，楚陆阳的脸都绿了，赶忙说道。不为难，不为难，我这就传令下去。我陆阳阁与的恩怨一笔勾销，再不追究，那便多谢楚阁主了。徐依依笑眯眯地对楚陆阳说道，一脸的得意。依依姑娘客气了。楚陆阳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是心里简直憋屈的很。至于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是面带微笑，无人插嘴。他们都知道苏长老对徐依依的溺爱，不管楚陆阳与楚风有着怎样的过节，可既然徐依依开口，那么楚陆阳就算想不罢手也是不行。转眼间便是次日，刘成坤如约而至，带着楚风亲自登上了红蝶会的开会的大殿。那大殿内的人很全，有楚风熟悉的黄络长老，但更多的却是不熟悉的身影。但楚风没有想到的是，赵小雨他的父亲竟然也在，明明昨天才被关起来的，今日竟然就被放了出来。由此可见，昨日的惩罚也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但最令楚风不自在的是，
当楚风与刘成坤进入这大殿之后，所有人看向自己的目光都很是诧异，就连红蝶会会长的目光也同样如此。刘长老，今日是我红蝶会的高层会议，你将楚风带来做什么？果不其然，赵若帆这位红蝶会的副会长很是不悦地开口了。高层会议，赵晓似乎也没资格参加。刘成坤扫了那站在赵若帆身旁的赵晓一眼，这怎么能一样？赵晓他好歹是红蝶会的一员，楚风算什么？赵若帆说道。楚风算什么？楚风是会长大人请来的贵客。刘成坤说道。听得此话，赵若帆顿时神情一滞，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红蝶会会长，因为他也害怕楚风来到这大殿是由会长请来的，若是那样的话，他再过多的阻拦，很显然又会撞在枪口上。他可不想昨日的尴尬一幕又在今日重演。然而，在赵若帆担心自己是否已经说错话的时候，刘成坤也是将那有些担忧的目光投向了红蝶会会长。他也怕自己的这位弟子不给他这个师尊面子，直接将楚风赶出去。入座吧。红蝶会会长笑着对楚风以及刘成坤说道。听得此话，刘成坤的脸上才露出笑容，随后便带着楚风入座。至于楚风，此刻虽然表面风轻云淡，可是心中却略感尴尬。他已经意识到了昨日刘成坤与他说的事似乎并不是非常靠谱。会长大人，听说您获得去了2个可以去云鹤山修炼的资格，不知可否将其中1个名额赠予楚风小友？果不其然，刘成坤开口了。他这样一开口，在场之人皆是大惊，就连楚风也是颇感无语，因为这说明他猜中了。刘成坤根本就没有把握让他去云鹤山进修。刘成坤，你说什么呢？我红蝶会辛苦获得的名额，岂能交给一个外人？赵若帆很是愤怒的大喝起来，甚至愤怒的他都不再称呼刘成坤为长老，而是直呼其名讳。事实上，此刻不仅是赵若帆愤怒，不少长老也都是一脸的震惊，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件事情是由会长大人说的算的，虽然你是副会长，但你似乎也没有那个资格决定此事。刘成坤说道。我好歹也是红蝶会的副会长，我必须要为红蝶会的利益做考虑。赵若帆大声吼道。到底是为红蝶会的利益做考虑，还是为你自身的利益做考虑？你心里清楚。刘成坤冷哼道。赵若帆越来越怒，眼看着就要发飙，但他忽然灵机一转，竟将目光投向了红蝶会会长，说道。会长大人，您评个理吧，您就说刘长老这个要求是不是无理取闹，太过分了一些？此刻赵若帆的眼中终于涌现出了一抹自信之色，毕竟在他看来，与红蝶会会长同去云鹤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就算刘成坤插手也难以改变这个结局。因为他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会长大人信任，抛开个人实力和能力不谈，最重要的是他在罗峡谷还有那么一位远方堂兄，所以今日刘成坤来搅局，绝对是要被他打脸的。其实今日叫诸位长老来此，就是要说起这件事情，我的确是拿到了2个可以进入云鹤山的邀请令。红蝶会会长说话间，便将2个邀请令拿了出来。看到这2个邀请令，几乎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面露淡淡的笑意。毕竟他们都知道这邀请令非常难以得到，而如今他们红蝶会竟然拿到了2个名额，这也侧面的表明了他红蝶会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尤其是赵若帆，此刻一张老脸，简直笑得就跟包子一样。在他看来，那会长大人手中的2个邀请令，其中的1个已经是他的了。不过这邀请令有何作用，相信诸位都知道，进入云鹤山主要是为利奥得到金鹤真仙的帮助，有机会成为仙袍界灵师，这是一个100年难得一遇，甚至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毕竟不是所有仙袍界灵师都愿意帮助我们的，但正因机会难得，所以才必须让有能力的人去，否则只会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咱们红蝶会内最有资格与我同去的，相信不用我说，诸位也一定知道，那便是赵副会长。红蝶会会长说道。是啊，能够与会长大人比拼结界之术的，也就唯有副会长大人了。在场的不少当家长老都是纷纷点头。诸位长老过奖了。虽然赵若帆口头上表现的谦虚，但是一张笑着的老脸却丝毫没有谦虚的意思。不过就算是我此次前去，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可以一举成为仙袍界灵师，相信赵副会长也一样吧。忽然红蝶会会长对赵若帆说道。这是自然，仙袍界灵师可不是那么好达到的，但老夫此次前去一定会努力，不辜负会长大人的期望。赵若帆笑着点了点头，毕竟连会长大人都说没有把握了，他总不好说他自信十足吧。红蝶会会长满意的点了点头，见会长大人点头，赵若帆嘴角笑意更浓，欣喜之际竟不顾场合的端起了桌子的一杯茶，畅饮起来。那叫一个轻松惬意，那叫一个悠闲自得，就仿佛对于那邀请令他已经势在必得。且饮茶之时，他还特意看了一眼楚风和刘成坤，那挑衅的目光就仿佛在说，你们再怎么搅和又有什么用？我去云鹤山乃是众望所归，而你们不过是2个跳梁小丑，所以我今日才将楚风请了过来。红蝶会会长继续说道。听得此话，赵若帆手中的茶杯顿时捏成了粉碎，随着一声碎裂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赵若帆。此刻的赵若帆不仅捏碎了手中的茶杯，那杯中的茶水更是溅了他一身。尴尬，此刻的赵若帆当真是非常的尴尬。但最令他尴尬的还是红蝶会会长的那句话，因为就算是一个傻子都能听得出来，会长大人最后这句话是另有深意的。赵副会长，你这是怎么了？红蝶会会长明知故问的说道。会长大人，你的意思可是要让楚风替代我去云鹤山？而赵若帆则是直接开口问了出来。而他此话一出，在场的不少人都是深吸了一口气，他们没有想到赵若帆会如此直接。赵副会长，我说过这个邀请令应该交给有能力的人。红蝶会会长说道。恕属下冒犯，但我真的并不觉得楚风小友在哪方面的能力有超越我。赵若帆将话说开了，毕竟这是关到他的利益，并且红蝶会会长之前是已经答应过他让他去的，所以哪怕现在红蝶会会长反悔，
他也要争取，就算得罪了会长大人，也在所不惜。他非常清楚，一个仙袍界灵师的价值是整个红蝶会都比不了的。只要他成为仙袍界灵师，就算离开红蝶会也是无妨。听赵若帆这样一问，红蝶会会长反而笑了。他站起身来，对众人说道：“诸位长老，你们看楚风的年龄有多大？”楚风小友的年龄似乎还没有达到30岁，这个年纪可谓是小辈中的小辈，就算是放在不会修武的凡人世界，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年纪。黄洛长老回答道。听得黄洛的话后，其他长老也是纷纷点头。论年纪，楚风的年纪当真是极小，尤其是用修武世界的眼光来看，楚风这个年纪，就算说他是一个稚气未脱、刚刚踏入修武世界的孩子，也不为过。楚风这个年纪便拥有2品半祖修为的，你们见过几个？红蝶会会长继续问道。非常少见，至少我从未见过。黄洛回道。的确少见啊。其他长老同样纷纷点头。不管楚风是不是外人，他们都必须认可楚风的实力。楚风修武的天分，我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得到。但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你们也许还不知道。其实楚风他是一位修罗界灵师。红蝶会会长继续说道。修罗界灵师这5个大字一出，除了事先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外，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大惊。哪怕是赵若帆、赵玄、赵晓这家子，此刻也是目瞪口呆，一脸的吃惊。毕竟修罗界灵师非同小可，事关重大，那可是无比尊贵的存在。楚风不仅是修罗界灵师，并且也是一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这个年纪的他，就做到了修武与结界双修，且都取得了如此非凡成就的，相信诸位更加没有见过吧？红蝶会会长问道。没有，简直闻所未闻。众人纷纷说道。楚风小友真乃绝世奇才，甚至还有人开始对楚风溜须拍马，大献殷勤。不得不说，当人们得知楚风这修罗界灵师的身份后，对楚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所以楚风是我红蝶会的贵宾，日后不许任何人对楚风无礼。红蝶会会长这句话说得很是响亮，而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会长大人的决定。他们都明白红蝶会会长的意思了。一位修罗界灵师，哪怕只是黄袍的境界，可放到任何势力都有拉拢价值的。毕竟修罗界灵师未来的潜力是难以估量的。现在红蝶会有幸请到楚风到他红蝶会来做客，换个角度来说，这乃是红蝶会的荣幸。红蝶会里应抓住这个机会，想尽办法巴结这个未来的大人物才是。如果说之前对于刘成坤提出让楚风去云鹤山的要求，人们觉得是无理取闹，甚至感到荒谬，那么现在人们则是觉得这个要求简直合情合理，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表示赞同。会长大人，可是您之前说过让我去的呀。赵若帆开口了，哪怕他知道这句话说出来会彻底得罪红蝶会会长，可他还是开口了。他实在不想错过成为仙袍界灵师的机会。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惊，毕竟他们都不知道此事，也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但他们更加感到震惊的是，赵若帆竟然敢当众说出此事，这简直就是挑战会长大人的威严。赵副会长，我怎么不记得我有说过这句话？红蝶会会长并没有承认，不仅没有承认，反而还很是不悦地瞪了赵若帆一眼。与此同时，这浩瀚大殿的空气都是变得无比冰冷，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股寒意。面对红蝶会会长这不悦的目光，以及那隐于无形的怒意，赵若帆也是身体一颤，终归他还是怕这位会长大人的。忽然，赵若帆跪在了地上，满脸歉意地说道：“恕属下愚钝，是属下记错了。只是会长大人，我堂兄曾说过，若是我能够成为仙袍界灵师，我红蝶会便可以成为落霞谷的附属势力。落霞谷愿意帮助我红蝶会对付陆阳阁，所以属下想争取到这个机会，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红蝶会啊！”什么？赵若帆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的神色又是一变，毕竟此事当真是非同小可。赵副会长，你所说属实。红蝶会会长双眼微眯，满是猜疑。出于他对赵副会长的了解，他并不是很相信这些话，只是他也不敢确定是假的，更不想当众断定此话是假的。毕竟赵副会长的那位堂兄，他也得罪不起，属下不敢欺骗会长大人。赵若帆虽然此话说得很有底气，但是他心里也很发毛，因为他很清楚这件事是他编造出来的，他的堂兄从来没说过这些话。但是为了进入云鹤山的这个机会，他拼了，就算日后会被红蝶会会长惩罚，他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大不了就是离开红蝶会。可是若成为仙袍界灵师，那他便真的要飞黄腾达了。这步棋很险，但他却必须这样做。我还是那句话，机会难得，应该让有能力的人去。红蝶会会长坚决地说道。他此话一出，刘成坤的眼泪差点都没流出来。他真是没有想到，他的弟子在关键时刻竟然会为他做到这一步。明明昨日他的弟子已经拒绝了他，可是今日为了让他这位师尊能够下得了台，竟然直接站在了他的这一边，甚至不顾赵若帆的身份，这真的是让刘成坤万分感动。此刻他觉得当初将红蝶会会长之位交给他的弟子是正确的。事实上，不仅刘成坤感动，就连楚风对这位红蝶会的会长也是刮目相看，印象变了不少。在楚风看来，不管他之前有什么难言之隐，从而导致对赵若帆百般相让，但起码他尊师重道，对于这位师尊他很在乎。若刘成坤与赵若帆真的让他选一个，楚风觉得红蝶会会长还是会选刘成坤的。恕属下冒犯，会长大人，您怎么就知道界灵之术我肯定不如楚风小友？赵若帆鼓足勇气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莫非你想与楚风比拼界灵之术，一较高下？红蝶会会长很是不悦地问道。他此话一出，所有当家长老都是脸色一变，甚至有人暗中传音于赵若帆，劝他不要再继续争论，因为他们都能感受得到他们的会长大人生气了。赵若帆继续下去绝对没有好果子吃。至于赵若帆，若说他此刻不慌张不害怕，那绝对是假的。
可他仍然咬着牙说道：“若是属下败了，属下甘愿退出。只是我怕楚风小友他没有这个胆量。”话罢，赵若帆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眼中尽是挑衅之色。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只不过他们目光之中却是浓浓的担心。此刻，莫说是红蝶会会长，就连与楚风不熟悉的长老们，也都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就算楚风是修罗界灵师，可毕竟也只是黄袍的级别，他这个年纪，就算是龙纹级的黄袍，又能有多强？可是赵若帆却修炼了那么久的结界之术，他的本事，人们还是很清楚的。人们怕楚风败，甚至觉得楚风是必败无疑，而他们如此担心，倒不是他们真的关心楚风，只是不想错过与楚风交好的机会。毕竟他们都觉得楚风是一个有可能成长为大人物的存在。可今日若是赵若帆击败了楚风，那么也就等于红蝶会得罪了楚风，他们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见楚风迟迟不肯回答，赵若帆那本就挑衅的目光中又涌现出了一抹得意之色。在他看来，这步棋虽然走得险，但却是稳胜的一步，因为他并不觉得楚风有胆量和他比拼结界之术，楚风一定会找借口不与他比。但不管楚风找什么借口，只要不比，便说明楚风怕了。那样一来，他就可以获得前往云鹤山的资格。赵副会长，我楚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胆量。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不仅开口了，并且还一脸的自信。你莫非要与我比拼结界之术？赵若帆惊讶地问道。他没想到楚风敢应战，随时奉陪。楚风从容地说道。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为之一惊。毕竟楚风那风轻云淡的模样，绝对是见过大场面的，而这是他们之前所没有想到的。尤其是赵若帆，此刻更是满眼的震惊。他在楚风这句话之中听出了绝对的自信，就仿佛只要比拼，楚风有着十足的把握可以击败他一般。怕了，尽管他也不愿意承认，可是此时此刻，他的心里的确是怕了。他竟然在害怕败给楚风这个小鬼，但箭已上弦，他已无退路。深思熟虑之后，才说道：既然随时随地奉陪，那么明日在此处，我与你一较高下。好。楚风点了点头，若是没事，会长大人，那属下便先告辞了。赵若帆施礼之后，也不待红蝶会会长回答，便转身离去。到了今日这个地步，他已与红蝶会会长撕破了半张脸皮，所以也不在乎那么多了。楚风小友，真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位修罗界灵师，果然是真人不露相啊。至于红蝶会的其他长老们，则是开始纷纷向楚风示好。尽管知道这种示好很是势利，但楚风给予刘成坤面子，也都是一一接受了。深夜，赵若帆的宫殿内依旧灯火通明。爷爷，您为何不直接收拾那楚风，还要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赵小站在赵若帆的身旁，很是不解地问道。我已经与刘小丽那个丫头闹翻了，估计日后她也不会给我好果子吃。这红蝶会咱们是待不下去了，而我之所以这样做，为的便是能够去云鹤山这个机会，所以这一次不容有失，我必须有100%的把握，胜过那楚风才行。赵若帆说道。但是明日便有把握了吗？赵小并不明白。他。而就在这时，赵小的父亲匆忙地走了进来，而见其进来之后，赵若帆则是大袖一挥，布置了一层隔音结界，覆盖了这座宫殿，这才问道：仙儿，可办妥了？父亲大人放心，孩儿已经办好了。赵小的父亲很是得意地说道。这么说来，楚风已经服下了？赵若帆继续问道。我亲眼看他服下的，不会有错。赵小的父亲说道。那便好。话到此处，赵若帆得意地轻哼一声，说道：那东西无色无味，就算入体，他也察觉不出来，唯有布置结界阵法之时才会发作，而待那他发作之时，楚风的结界之术便只能发挥出1/10。楚风啊，楚风，与我斗，你还是太嫩。话到此处，赵若帆一阵得意的大笑。爷爷当真厉害。此刻赵小已经听明白事情的经过，难怪他爷爷不当场与楚风比试结界之术，原来是命其父亲暗中给楚风下药。这样一来，明日的结界之术比拼，他的爷爷便是100%的获胜了。毕竟在他看来，楚风就算能发挥全部的实力，都不可能是他爷爷的对手，更何况楚风只能发挥出1/10的实力。与此同时，在刘成坤的宫殿内，楚风正与刘成坤举杯畅谈。本来这里是有很多宾客的，那都是红蝶会的当家长老，只不过现在便只剩下了刘成坤与楚风2人。虽然人都走了，可是刘成坤却依旧一脸的笑意，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很好，并且他脸色发红，可见他今日这酒并没少喝。刘前辈，那个之前为我斟酒的婢女，可是你殿上的？楚风问道。是啊，我这殿内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心腹，毕竟自己的人用着放心。刘成坤提及此事还颇为得意，并且还开玩笑的说道。楚风小友，为何问此事？该不会是看上那个丫头了吧？不瞒你说，她虽然看着年轻，但是也有1000岁的年龄，你们的年纪似乎不太合适啊。不过你若不在意，我倒是可以将她许配给你，做你的妾室。刘前辈说笑了，我对她的确是有些兴趣，但却不是那方面的。楚风笑着摇了摇头。那楚风小友，你指的是哪方面？刘成坤笑眯眯地问道。可能是酒精作祟，且此刻他那苍老的脸上竟难得地浮现出了一抹为老不尊的坏笑。之前他在我的酒中下了毒。楚风淡淡的笑道。什么？听得此话，刘成坤猛然站起身来，随后便宛如石化了一般，愣在了那里。惊！楚风那一句话就像一道雷霆劈中了刘成坤，顿时让他万般清醒。楚风小友，你再说一遍。刘成坤再度问道。我被您的那位婢女下了毒。楚风平静地说道。毒？什么毒？刘成坤紧张地追问起来。他看出来了，楚风不是在开玩笑，可是下毒这种事，这绝对是非同小可之事，他怎能不紧张？束缚结界之力的毒，此毒已然入体，与我灵魂相融，就算废了我的肉身，都清除不了这毒。所幸的是，
此毒暂时不会发作，唯有当我运转结界之术之际才会发作。不过就算发作，也不会伤及我性命，只会限制我的结界之力。简单的说，此毒发挥作用之时，我的结界之术只能发挥出1/10。楚风说道：“该死，谁会给你下这种毒？”赵若帆，肯定是他做的。刘成坤咬牙切齿地说道：“的确是他。今日的盛宴之中有一个不速之客，虽然他伪装得很好，但我还是认出来，那是赵若帆的儿子，赵晓的父亲。”楚风说道：“是赵玄？”刘成坤问道：“是他。他混进来，便一直暗中盯着我，直到看我服下此毒，他才安心的离去。”楚风说道：“果然是赵若帆，他为了明日比拼，竟然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我非要他付出代价不可。”得知经过，刘成坤顿时勃然大怒，转身便要离去。刘前辈，等一等！见刘成坤欲找赵若帆算账，楚风便赶忙开口说道：“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楚风，什么事？刘成坤问道。此毒还未入体之时，我便已经发现那酒中有毒，所以我是故意服下的。楚风说道。故意服下？楚风小友，你干嘛要故意服毒啊？刘成坤一脸惊讶，他已经有些傻了，不明白楚风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之所以服下，就是要让赵若帆他们知道自己得逞了，而我之所以敢服下，那是因为我乃百毒不侵之体，至少他这毒根本就伤不到我。楚风说道。楚风小友竟是百毒不侵之体。得知此事，刘成坤越发惊讶。刘前辈，告诉我，你想不想除掉赵若帆？楚风问道。想，我一直就看不顺眼赵若帆，只是小丽他刘成坤陷入了为难，似有难言之隐，而不用刘成坤说，楚风也能够猜到，刘成坤口中的小丽定然便是红蝶会的会长。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今他们有了除掉赵若帆的机会。于是楚风毫不掩饰地说道：“此次便是除掉赵若帆的一个好机会，至少能剥夺他在红蝶会的掌握的权利和如今的地位。所以，刘前辈，您现在只需要先将那个给我下毒的婢女抓住，然后先不要打草惊蛇，我们先让他说出实情就可以。待明日，我们再彻底揭发赵若帆的恶行。”楚风说道。要等到明日，为何不是现在？楚风小友，若是现在我们便揭发赵若帆的恶行，那明日的结界之术便可以不用比了。刘成坤说道。不，我要比，我要让赵若帆知道，也让所有人知道，我有足够的资格去云鹤山，就算不发生此事，我也可以胜过赵若帆，获得去云鹤山修炼的资格。楚风说道。那好吧，就听楚风小友的。见楚风执意如此，刘成坤也不再多劝，随后便去找了那个婢女，而那婢女本准备逃走，没想到行为这么快就败露，所以还未来得及逃走，便给刘成坤给抓住了。本来那婢女还不肯承认她下毒于楚风，但是楚风将她如何下毒的经过说了个一清二楚，那女子顿时就吓傻了。她是真没想到自己下毒的细节，楚风竟然会全部知晓，所以根本没用刑罚等手段，那女子便招了。而她背后的黑手自然也是毫无悬念，的的确确就是赵若帆指使。实际上，他从多年之前就已经被赵若帆买通，留在刘成坤身边，就是为了帮助赵若帆对付刘成坤的。枉我这么信任你，你居然背叛于我，还下毒于我的贵客！此刻，刘成坤很是愤怒，气得咬牙切齿。若是这个婢女真的对他如何，他倒不至于这般，但是这婢女竟然给楚风下毒，那他便不能忍。长老大人，对不起，是奴婢对不起您，这么多年了，您待我不薄。若是赵副会长让我害您，我也是下不了手的，所以我只答应他，给他提供情报，绝不做害您之事。这一次毒害楚风大人，的确是我鬼迷心窍，贪图宝物了。不过我服侍您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长老大人赐我一个痛快的死法。那婢女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也没有求饶，只是希望能简单的死，而不受折磨。你可以不死，并且可以过得很好。楚风说道。大人，您不杀我。听得此话，那婢女一脸惊讶。你只要在明日当着会长大人的面指认出赵若帆，让你潜伏在刘长老身边所做的种种，我便能保你不死。楚风说道。长老大人，真的吗？婢女有些不相信楚风的话，于是看向了刘成坤。楚风小友岂会骗你？刘成坤恨铁不成钢的冷喝一声。楚风大人，多谢您饶命，我一定遵从大人的命令，您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会揭穿赵若帆，把他的恶行都说出来。婢女连忙磕头，感激的痛哭流涕。然而楚风却淡淡一笑，说道。我不用你添油加醋，你只要实话实说就可以了。次日，还是那座大殿，昨日的所有人都一个不少的再度聚在了其中，甚至许多人还表现得颇为兴奋。毕竟今日将有一场戒灵之术的比拼，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难得一见的，但是两位龙纹级黄袍戒灵师的比拼便是少见的。至于赵若帆，从打一露面就表现得非常狂妄，看到楚风后更是说道：楚风小友，用不用我手下留情，好让你输得不要太难看啊？我劝你还是全力而为吧。楚风淡淡的一笑，补充道：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会惨败。哎呦，你可真是吓死我了！哈哈哈哈！赵若帆一阵疯狂的大笑，笑的已是得意忘形，就连红蝶会会长的脸色都变得很不好看。但赵若帆就如同看不见一般，而是继续挑衅的对楚风说道：年轻人，我劝你不要说大话，免得步子迈得太大，一不小心扯到蛋，我是不是说大话，你会知道的。楚风自信的笑道，而他的自信连在场之人都为之动容，开始相信楚风似乎真的有把握与赵若帆一战。赵若帆没有继续回话，只是呵呵一笑，心中却冷然暗道：小鬼，你先再得意一回，等一下你动用结界之术，那毒药便会发作，到时候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在赵若帆看来，楚风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楚风有没有真实力，但今日都是赵若帆胜。